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礼拜嘅客家新闻杂志，我係刘一平。本來潛出採體嘅需求，為社區解決問題。教育部推動太后社會基金實踐計劃，未到係 USR 計劃，由太后教書帶領學生跨定白學士，未進入地方社區。依然有一間太后都同東山鄉嘅中山有限農業期合作。冬天農民除了種茶，每種冬到嘅分擔有。為到聽書嘅按多年來，就漸漸賣唔出去嘅問題。高峰帶領學生嘅行業者，向下用油花、油葉、油皮研發出香薰、用品同生活用嘅先用得到，為冬天產業同觀光發展帶入新嘅發展。聽你記者吳志軍第面定嘅鏡頭，向下來一看。那我们种的是文旦柚，对，然后我们也有种一些红文旦，还有西施柚，然后它们采收时间会不同，就是文旦柚像这个就是文旦柚，它会先采收，采收好了就是红文旦。當年8月1日來到宜蘭東山鄉，就看到一頭一頭果子大都結結的文旦柚樹。看我們為什麼一個一個套袋？就是因為我們就是無毒的栽培方式。因為有宜蘭當地嘅太后先生帶領學生嘅到東山鄉中山有限農業期嘅幼兒園同農民互動，還個了解當地嘅種植情形。因為我們這個地形比較特別，大水一來的話，就是會淹，農作物都會淹掉。那之前我公公的時候是種稻子，然後就稻子怕那個淹水啊，所以就後來就有人種柚子，柚子就是比較不怕水。因為也了時辰，啲同農民嘅談話當中，了解採地是有天數嘅難題，就係當地嘅文旦柚當將會多到賣唔出去嘅情形。我們這邊的柚子一定要到那個白露那個時節前後1個禮拜才能採收，然後就是因為台南的麻豆文旦，他們已經上一批了。我們才要採收，然後要上市，那時候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有購買了，所以我們對銷路這一塊真的是很傷腦筋。柚子它因為那個產季的關係，所以它就是會沒有辦法取得市場的商機，所以說只能夠做可能是後加工的部分，來增加它的一個經濟再利用。對，或者是經濟循環的這一塊，我們目前的思考是這樣。一條學生嘅同幼兒農學習用嘅立體嘅優良機關，未地訪談當中潛到新嘅問題，發現到咧廿下半夜班會食文旦柚嘅人未見為減少。所以如果是，就是說你直接去買一顆柚子來吃，然後自己剝，有可能嗎？就是這個幾率應該比較低啊。中秋節都做什麼？中秋節就是烤肉居多。柚子就可能剝皮還蠻累的，就是它裡面那個蠻難剝皮的。然後，它的那個皮的味道其實還蠻香的，然後跟趕蚊蟲的那種的味道很像，就有點香，但是又有點刺刺的感覺這樣。比到為解決果子賣唔出去嘅問題，由幼兒農同文旦柚做出各種柚味茶也到，不過其實除咗果子嘅肉，還有其他當可利用嘅蔬菜。因為會剩很多那個文旦柚啊，然後我就是來做那個果醬嘛，然後果醬的話就是可以塗當早餐塗那個吐司啊，或者是泡茶，我是跟紅茶一起泡。果醬的那個加工品，其實它的時間可能會比較短，然後不易保存。那我們比較想要做的就是朝所謂的精緻生活，或者是創意生活，然後或者是年輕人現在很喜歡的，就是說一個來自於社區的東西，或者是它可能是那種很小量的那種季節性的東西，或者是產地限定的東西，然後去把它做出一些跟他們的生活是連結的。為到為行卡了解宜蘭文旦柚為有用嘅新嘅發展，
杨毅家调拜访沃卡种茶美中文担忧嘅农民，希望相互讨论出新嘅可能。所以我们自己有发现说，有可能在它的这个叶子，或者是它的皮上，因为老师你可以撕开看看。我们自己的角度是觉得，它皮跟叶子这样撕开，味道很香。像你给我看这个，农民提出无定初就得利用优惠皮、优惠花、优惠嘅叶味来研发相关商品嘅想法。所以说，讲到在地的经济永续跟循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跟季节性有关。譬如说，我在柚子成熟的那个季节，我去用它的那个柚皮，然后去做线香的那个加工，这个才是最佳的时节。那我在3月的时候，柚花开的时候，我只有那个时候可以采到整朵的柚花，然后去做成那个香氛的那个部分，1年也才只有这个2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去采这个柚花。我们现在目前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它全株期都可以用嘛，所以我们自己在思考是我们怎么跟学校这一块去做一些它像刚才有讲到所谓的柚子皮的一个柚皮树嘛。那这东西其实我们一般农民可能不知道，但透过学校的萃取结合之后，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把它萃取给生技公司去做运用。大埔教育部提供嘅 USR 計劃系統，一旦採地太好嘅亞調實施，第3日嘅優惠化開嘅時節，特別係雜嘅優惠化同農民和個鄉水業者共下合作，做出嘅優惠化香氛。今年的那个3月的时候，我们就是来现场采那个柚花，对，所以说这一批的那个柚花的那个香氛啊，是学生来采，然后我们之后就是去做那个提炼的那个部分。这个香氛叶子它比较特别，它是都喜欢拿台湾的一些原物料，那尤其是他喜欢拿可能被抛弃或者是被就循环经济的那一块，它还是挺新鲜的，然后去萃取一些它的香氛，然后透过一些方法把它的那个香气截取出来，变成一个生活香氛的应用。那柚花本身味道非常的香，那我们想说拿这样的味道放在香氛里面做出一个产品，那它本身除了开柚子的一个功能之外，那想说另外能够提高它更高的经济价值，也希望让它做到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它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它保存下来？那我是觉得它本身干燥的状态下，味道保存的是蛮好的，所以觉得它直接进行研磨、破碎做粉就可以用了，只要可以拿来做你想要的所谓的线香，它是一个原料之一。先生未帶領學生嘅同鄉下研發經驗討論產品包裝一條，希望總得結合優惠化嘅主題，表現出獨有質感嘅香氛設計。譬如說，我們有做那個貼紙嘛，那你貼紙要貼在哪一個位置，那個瓶身的那個位置都討論了很久，然後就去瞧那個最佳的視覺的感覺。那要請老闆這邊啊，幫我們就是示範一下我們目前要做的那個產品。是的。那它的比例是怎麼樣調配？學校未同宜蘭頭上一定有名嘅手工做香嘅業者合作，希望對優惠化、優惠嘅業味一條發展出獨有特色，用手工做嘅香。我們就是在講柚花的那個到柚子，然後到葉子之間的這樣的一個算是在地經濟循環再利用的這樣的一個想法，把它透過可以一個體驗的產品，然後把它給實踐出來。就宜蘭縣本來做香的本來就是不多了，就是說每一家的產量都非常的少，目前還有5個手工香的師傅。店頭家接下廿8嘅做工業，用手工做香嘅點味過後，天天嚟進行。出體傳統嘅香，未發展出啲成花香做地用嘅香，還個堅持保留手工做香嘅技法。因為整個產業就是說5個師傅是台灣最多的，其他地方做香的工廠不會超過2個。當然，因為現在有所謂的機器，有些用所謂的機器射出的香，已經很多已經不用所謂的手工香了。我們是有堅持是用傳統手工香。現陣傳統珍貴又創新，故所高峰同農民潛到嚟店頭家，
希望大帮連頭家嘅做手工香嘅技法，同其他到天數，向下研發優惠香嘅相關產品。当然就是说，我一直不断寻找新的好的气味的香气的植物来入香，所以茶老板来找我的时候，他说他想拿一些特别的东西来测试，我说非常欢迎。后来他就说，他要用所谓的柚子的叶子，再来就是花，我马上帮他打成粉去点。我说，你这个东西是可以尝试的。因为那气味煮的，对啊，之后我就开始，他就拿一些就是叶子啊、柚子的花，就开始帮他调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想说，不要把它想成是好像是传统的一个好像类似说只是拜拜，然后或者是说庙宇里面要用的东西，对，那。后来发现这个产业其实它可以做很多的创新。同時用嘅嘢呢，其實唔單止係按接上看到重重嘅用嘅世界，還做啲特別主題研發有圖案嘅用，未係比對一啲學生嘅同學嘅挑戰課題。目前来讲，现在就是看，比如说佛冈大学啦，他们就是有没有在符合所有使用的空间、时间跟目的性。当然，线香来讲就是空间比较小，它可以使用。如果你要大空间使用，可能适合用所谓的锥状，它才可以瞬间散发出气味。所以香的种类、形状，它主要是使用的时间、空间。目的，所以演变出各种形式跟形状。我觉得学生他很厉害，是在那个他们的那个头脑很会想，然后他们会做很多那种创新的那种想象。譬如说，我们可能跟他说我们要来做一个可以体验的一个 pattern 的设计，那他们就会去画出那个造型。在地嘅農民未向下參加討論，見到未特別循環經濟嘅議題來做相關嘅發展。他把香變成所謂的生活調劑品，或是所謂的生活放鬆品。那從這塊角度，它又是另外一種比較可以提升價值的東西。所以當時也看到這個角度的時候，才趕快去找那個香的業者去做這樣的媒合，看能不能去把它變成說用我們在地的產物去增加它的價值。是因為我們業者有非常多的農業廢棄物，我們需要做另外一個處理的應用。那我們大概在採完柚子之後，我們要修剪這些枝葉。那這些枝葉本身其實含有很多的味道，所以我們想說可以把它做成粉末，然後透過燃燒的方式做另外一個轉化的部分。教坊未帶定學生嘅，唔單止去參加產品設計韓國研發，每本學生嘅學生用嚟去韓國製作現存嘅樣片。沒有同學提出冇共用嘅行銷現存嘅手法，有可能可以就是像，就是大家來體驗，然後就是那種做成影片，然後放 YouTube 或是 IG 之類，就是短片，反正現在就是什麼短影音那些都很流行，對吧？有可能就可以結合，然後作為一個應用這樣。可能就是就是畫個一些插圖，還是那種吉祥物，然後讓他們讓路過的人比較更有印象之類的，這樣宣傳。把我們的很在地的這樣的一個物產，或者是在地的一個文化，然後可以透過科技的方式去做傳達，這樣子也很好。可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在這之前，它必須要有在地的知識，就是那個文化的那個理解跟認識是比較重要的。那我們的計劃其實有很大的一個部分，就是希望年輕人能夠先去累積，就是在地的一個知識。其實，我覺得他們更需要這個部分的知識的積累。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做USR的計劃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跟在地做連接。對一條雲南要素打開類型嘅可能，對果子、花、葉貝還有果子嘅皮做相關嘅發展。同學校、社區、農民業者連絡起來，適合大家嘅地方，未打幫循環經濟嘅概念做研發，唔單止做地打開雲南用嘅新市場，未做地同價嘅價值發揮出行卡層嘅應用力。